我是吴明翰，一个典型的直男警察，每天的日常就是追毒贩，写报告，偶尔瞄一眼警花林子晴，生活简单却也不失平稳。直到那天在公园捡了个红包，突然间我的世界彻底崩塌了。那天我和子晴正在追捕毒贩5518，那个家伙一边跑一边撒毒品证据，我们俩紧追不舍，忙得不可开交。当时我埋头捡证物的时候，瞥见地上有个红色的红包，我习惯性的捡了起来，随手塞进口袋。就在这时，突然一群恶魔围上来了，纷纷尖叫：你捡了冥婚红包，要娶死掉的男生啊！我当时懒得理会，心里想着21世纪了，谁还信这些迷信东西？可没想到的是，那个晚上就开始遭报应了。先是接到投诉，结果被降职到派出所，再然后竟然被车撞飞，差点连走路都踩到狗屎。等我稍微恢复过来，法医同事特地提醒我一句：鬼在整你呢。我翻开红包一看，里面竟然是一个清秀男生的照片，背后写着毛邦宇，25岁，车祸身亡。我顿时感觉到一阵毛骨悚然，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。冥婚的仪式荒诞不经，简直像一场噩梦。我捧着毛毛的神主牌回家，刚洗完澡就听见一声老公。我回头一看，镜子里那个青年挑眉一笑，显得神采飞扬，叫我毛毛，以后请多指教。我当时真是气得想杀人，直接抓起桃木剑狂挥，死 gay 滚开！可他却不慌不忙地附身在我身上，让我跳舞娘，而且街坊们还在外面全程录了视频，简直丢脸丢到家了。不过寺庙的那位大师却轻轻叹了口气，离不了婚，这是天命。我当时已经快要崩溃了，忍不住在香炉前瘫坐下来，苦笑着妥协。老公，能别折腾了吗？毛毛就吸了吸香火，撇嘴道：帮我完成遗愿，我就可以投胎。我心里知道，眼前这事不解决，肯定是没完没了了。毛毛的遗愿听起来简直是针对直男的，什么给北极熊捐钱，捡海滩垃圾，收养流浪狗，简直是折磨人的任务。而且最惊悚的是，他居然搂着狗说：以前是我的金毛哦。我翻了个白眼，结果身体却不受控制的拿起飞盘开始叼起来，这到底是个什么情况？我还真是个莫名其妙的直男，怎么身体会有这种肌肉记忆？带着毛毛去见他家里的恶魔，事情又变得更糟糕了。老人泪眼婆娑地摩挲着我手臂，哭诉着：孙婿要替毛毛幸福啊！我听到这话，喉咙竟然发堵。为了删掉毛毛手机里的私密影片，我决定偷偷潜入毛家的房子，却撞上了他那位顽固不化的老爸。老头看见我这个警察，直接开口骂我：警察都这么无能，搞得我儿子死了也找不出真相。我翻开毛毛的隐藏相册，居然看到的全是她和男友嘉豪的甜蜜合照。毛毛的声音突然低沉起来：你不如去找他道个别。当我去找嘉豪时，他开门的瞬间，我发现屋里走出了一个新欢。毛毛的笑容瞬间碎裂，强行挤出一句话：你看，我的遗愿差不多完成了。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他。毛毛的父亲突然塞给我一个行车记录仪的 U 盘，肇事车是5518。这一刻，我的脑袋像是被雷电击中，那正是我和子晴追捕的毒贩的车牌。然而调取监控时，毛毛忽然尖叫，视频被删了。那天警局只有子晴值班，笑哥是撞我的人，也是毒枭。毛毛在我耳边低语，但警局有内鬼，必须暗中查。毛毛和我决定找出真正的幕后黑手，我们锁定了毒贩笑哥的马仔小马。可是跟踪的过程中，我们很快就被包围了。正当我们陷入困境时，子晴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，她的演技简直如同专业演员，逼真的让我有些恍若梦中。我一直认为自己是那个要保护别人的人，尤其是子晴这个从小一起长大的伙伴。那天，我们依照毛毛的指示，在一个仓库中进行突袭。我喊了一声，他们在销毁毒品。原本看似完美的行动，却因为我的一时失误，暴露了整个计划，导致了任务的失败。组长永康甩锅给我，毫不客气地说：内鬼就是你。这话听得我心头一沉，
拿出毛毛找到的摄像头证据，交给了子晴。然而，令我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子晴却在转身后将证据泄露给了笑哥，导致毒贩再次逃脱。这一刻，我突然意识到，原来一直以来我错得很离谱。毛毛站在旁边，冷冷地指责我：“你真是蠢到家了，把证据交给了内鬼。”我心头一阵怒火涌上来，几乎要将他推开。那你呢？你整天哭诉家豪不爱你，为什么不问问他为什么逃走？这句话仿佛刺中了毛毛的心。我的冲动和愚蠢，彻底让我失去了和毛毛之间那份珍贵的信任。我不再顾及其他，直接冲到家豪的家里，发疯似的质问他为什么不爱毛毛？你怎么能这样伤害他？家豪愣住了，捂着脸大声喊道：“是毛爸逼我分手。他说同性恋恶心。”这一句话如同一记重击，直接让毛毛的魂魄在我身旁骤然闪烁。海风拂面，我在海边站定，回头看向已经消瘦的毛毛魂体。那一刻，他的笑容比哭泣还要痛苦，仿佛承载了太多的沉痛与委屈。我爸一直觉得我丢人吧？他的声音低沉，带着一丝无法掩饰的颓废。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，最后硬生生地憋出了一句话：“至少他为你追凶了。”沉默了好久，他才轻声说：“遗愿改了，想要有人爱我一生，是不是太贪心？”听到这句话，我不由得低头，吞下了那句早已在喉咙中打转的话：“我养你到投胎行了吧？”这句话一出口，毛毛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，仿佛有了光芒。事情的发展很快超出了我的预期，笑哥终于在码头现身。然而，当我到达现场时，眼前的一幕却让我彻底震惊。子晴的枪已经指向了笑哥，冷冷地说：“你杀了我妈！”原来他为了复仇，已经在卧底多年。然而，在我还未能完全反应过来时，突然一声枪响，我心脏一阵剧痛，几乎没有反应过来就倒在了地上。剧痛迅速吞噬了我的意识，整个世界仿佛被一层沉重的黑雾笼罩。然而，出乎我意料的是，在我失去意识的那一刹那，一股强大的力量将我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。数百辆车在路上突然集体转向，车流犹如被某种看不见的力量引导，硬生生为救护车开辟出一条路。急救室的红灯刺眼的让人几乎窒息。那一刻，我仿佛听见了毛毛的声音，温柔而坚定地在我耳边响起：“老公要长命百岁。”毛爸坐在病房一角，眼中布满血丝，他的脸上写满了痛苦与不舍。这个老头终于为儿子做了一件值得骄傲的事，他追凶了，为了毛毛追到了最后的真相。我没有多说什么，只是拍了拍毛爸的肩膀：“你儿子救了我，我替他养你老。”这一句话说得我心里一阵发凉，感觉自己的肩膀突然背负了某种沉重的责任。遗愿已了，彼岸的门已经打开。毛毛走了，没有什么华丽的告别，只是他在我的生命中留下了永远无法磨灭的痕迹。回到现实生活中，我继续我的工作，警局为我复职，子晴却卷款失踪了，似乎从这个世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每天我都会在毛毛的牌位前放上奶茶，陪着毛爸一起吃饭，带着狗狗小猫巡逻，仿佛一切都恢复了平静。可每当夜幕降临，我站在海边，望着那片远处的夕阳，心中却依然难以平静。新来的警员调侃我：“吴哥这么帅，怎么不谈恋爱？”我抬头看了看天际，微微一笑，回答道：“养鬼养狗够忙了。”话虽如此，我心中那份永不消失的空缺，依然有着一片属于毛毛的地方。海滩的浪花铺湿了沙地，留下两行并排的脚印，一行人，一行狗，还有一行没人能看见的